安倍晋三是在参加对台相关线上论坛演讲时表示，台湾若遭到所谓武力侵犯，对日本国土也是重大危险，日本无法容许这类事情发生。岛内时事评论员、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认为，日本表面上强调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实际上考虑的是日本自身的利益及台湾的军事价值、海上通道价值以及在两岸关系博弈中的筹码价值。因为日本从中东等地进口能源、大宗商品的船只都会经过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这些海上生命线。如果两岸统一，日本会产生强烈的历史纠结感，也会夸大现实的威胁。安倍这样讲，主要还是迎合日本右翼势力他对于台海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台湾作为一个重要的第一岛链，一个重要这个位置，那日本对于它的未来，特别是两岸如果统一的话，对于日本的整个安全，特别海上通道，他们认为是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不断的强调这个问题和日本的安全进行连结，也因此包括增加预算、增加美日共同应对台海相关的对策，以及在周边进行一个武力展示等等，那都变成他们积极强调未来日本要做的事情，但这纯粹是日本这一派右翼势力的一个想法。安倍所谓台湾有事该如何理解？分析指，日本字典大字龄对有事的解释是与平常不同的事件，特别是战争等重大事件，而安倍所谓有事是日本特定安保用语，有具体的意涵。2016年3月，当时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按冲突程度将有事依次划分为3个层次，即重要影响事态、存亡攻击事态与武力攻击事态。上述3种事态一旦启动，由日本政府授权自卫队行动，但相关授权仍需国会批准。不过，评论员秦真指出，虽然日本意图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但真的有事，日本还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我觉得，如果真正台海有事儿，日本的反应，他首先还是要看美国，就是美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才能决定自己的反应是多大的程度。比如说美国真的军事干预了，那不排除日本可能做一些支援性的行动，但是如果美国都不敢去动手的话，我觉得日本可能也就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分析认为，安倍认为将台海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就是在拉美国下水。一直以来，美日安保对于台湾安全议题是以模糊的区域或事态用语，但安倍在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中的有事3段论，就将台湾有事与美日安保启动的集体自卫行动挂钩。当然，这些年早有专家指出，美国不会赞成这种逻辑，而且任何一个日本内阁要采取对外派兵措施，如果不是在美日安保体制下行动，必然会遭遇强大反对而难以作为。不过，安倍还在演讲中鼓吹了自卫队的实力与介入台海的能力。比如，日本如今已经有147架最先进的 F-35隐身战斗机。日本还引进及自我研发新型巡航导弹，在与那国岛及宫古岛派驻陆上自卫队。20年前，美国和日本每年举行约20次联合军事演习，去年已经增加到49次等。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决定在冲绳县与那国岛现有的陆上自卫队驻屯地增加部署编制约70人的电子战部队，而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距离钓鱼岛只有150公里。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在台湾海峡与钓鱼岛出现紧急状况时，加强情报信息收集的能力。日方一些人认为，台海安全已经成为近年内防卫省军事部署的重中之重，电子战的部署当然也以此为目标，任务就是要在一开始就收集无线电波信息，以确保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做出最迅速有效的应对。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指出，日本借此获取的情报将第一时间与美军进行共享。事实上，我们非常了解，美日是互为一体的。那美军在日本有庞大的海空还有陆战队的驻军，因此相关的情资、相关的交流，甚至作战中心、情报中心，其实是合作、共同运作的哦。因此，日本获得的情资，当然它会分享给美军来采用的。
不过，评论员秦真认为，日本在与那国岛、石垣岛部署少量的部队监控系统，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而且，在现代战争中，大型的军事行动也逃不过对手海陆空天立体侦察网络的监视。实际上，日本扮演的角色，无非也就是给美国打下手这样一个角色。中国统一大业是我们的内政，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步伐去做这样的事儿，主动权全在我们手里。至于日本人，他监控不监控，他能监控到多少情报，提供给美国也好，他提供给台湾当局也好，那是他们的事情。我相信他的这样的动作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统一大业的。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还在发言中声称支持台湾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还表示将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评论称，在台湾不少声音认为安倍是对台湾最友好的卸任首相，还出现了期待其访台的呼声。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天驳斥了安倍晋三的错误言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公然在台湾问题上胡言乱语、指手画脚，妄议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容外人肆意染指。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